啊！今日你所作所为，按宫闱法度，理应重责。是啊，义母，李维蓄意纵火，危害宫闱是重罪，应该把他赶出宫去。这火怎么这么大呀？这情况他不至于吧？宋五姑娘心思转得倒快，早就想好了，要将我赶出宫吧。何夫人，怕是有人动了我的炭火，只用了那么几块炭，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火势？此事蹊跷。 求何夫人彻查。哎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，我可没有。义母，你看李薇，明明是他做错了事情，他居然还污蔑我。我只是请求何夫人彻查。宋五姑娘，你急什么？我是听你的画风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你素来是有心机的，也知道我跟真哥哥的关系，肯定想把脏水泼在我的身上。你心思转得倒快，还拿火炸我。好了，没伤着人，也没烧坏什么东西，此事儿就接过去吧。义母。 但李薇，你私带火种进宫是真，今日你敢违禁制，他日不知还会出什么祸端。须得让你长个记性，就打10下板子，你可心服？等等。 今日宴会，李薇策划有功，功过相抵。以我之见，就不用打了吧。即日起，李薇禁足，不可出六少主宫院。再免了他的赏，也就罢了。不，您打我吧，我可以挨打，不要免我的赏。我想见我家里人。尹章，你如何管教妻妾的？ 川夫人的意思，她也敢驳斥了。出了这样的岔子，受罚的不仅是她，还应该有你。这不关他的事啊！儿子知错。少主，怎么样？李薇，你这人，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明明就是你做错了事情，给他惹这么大麻烦。哎，我说你回来！方才没有揭穿你，是给足你面子，别得寸进尺。真哥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从小一块长大，你不相信我，还对我说这么重的话。金瓶身上的火药味还没散呢。李薇禁足，你呢，屋内静思吧。啊？哎呀！侧夫人，侧夫人，您怎么不掌灯啊？少主啊，怕您饿了，特意命厨房煮了面。哎呦，怎么哭成这样啊？侧夫人呐，来快擦擦呀！这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是没能保住你的伤，真是抱歉。是
是我擅自带烤肉进宫，但是我发誓是别的人动了手脚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侧夫人，少主是相信您的，还为了您进了宋姑娘的族。那宋姑娘是何夫人的心肝，说不定少主又要挨骂了。就是嘛。你别听他胡说。哭饿了吧？来，吃口面。这面怎么这么长呀？长寿面嘛，当然长了。长寿面。今日是谁的生辰吗？难道是？哎呀，就是少主的生辰。这少主的生辰偏偏是在中秋，这么多年了，新成宫上上下下一个有良心的都没有，就没有人记得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吃过了。你再吃点嘛，长寿。我吃不动了。你不会也得吃？你把蛋吃了。上官，哎，你看，让你看看这是什么啊？当当，请你吃乐团。嘿嘿，你这是要毒死我做官夫啊？呸！大过节的别胡说，快尝尝。辣子馅儿的。就知道你喜欢，我特意让厨房去做了。怎么样？这回够用心了吧？但是你们新川过节真的太无趣了。在我们丹川啊，我们会一起吃火锅、打马吊，可开心了。而且我跟我姐姐每回都会让着那些工人们，让他们好多一些银子过节。你们丹川人是不是都特别喜欢打那个什么马吊？对，我们丹川有一种牌叫做血战到底，非得赢到最后一张牌才能下牌桌啊。平时我们还喜欢采耳、做鱼疗，还有变脸，变脸是我最喜欢的。你喜欢看变脸戏啊？我还以为你只喜欢看那个武生打戏呢。你不懂，丹川的变脸戏是戏中一绝。以后有机会你去丹川，我请你看。我们丹川呢，虽然是女子长家，但是生活过得非常的安逸，根本就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可怕。如此看来，倒是我偏颇了。这个好吃不好吃？好吃就行，你高兴就好。今日菜单，谁也不许透露。开动！遵命。稍等。哎，这是六少主府上小厨房新供的菜。哎，有了。怎么了？神神秘秘的。给你准备了个礼物。快揭开啊！六少主天岁天福。这面啊，是我扯的。我们侧夫人力大无比，扯什么都行。没事吧，你？
汤呢是刘大厨熬的。快点吧！哎呀，面，加点醋，加点醋。这个配菜和虾是我们周兄弟煮的。还有这个面是玉萍、玉展帮我一起和的。我等着。行了，你往那边。有劳各位。可惜了，咱们少主不吃虾日。从前觉得海货腥，但这个虾好吃。真的啊？说来奇怪，好像自从认识你之后，以前觉得难吃的东西都变得好吃了。多谢了。对了，正好，我呢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送我礼物，我又不会生产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收到了你的家书，知道你想家，我们就过来了。家书？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等他家人收到家书以后，把他们接来新川吧。少主，咱可有公规呀？这个侧夫人的家事是不能进宫的。侧夫人有所不知，中秋节前，少主知道您想家，特命小人违反规矩把您的家书寄了回去，又违反了规矩把您的家人接进宫陪您过节，所以，岳父岳母，快请坐。上茶。姐，你可真能惹事儿！六少主早把我们接新川来了，本来可以风光一把进宫来的，这下倒好，您在新川宫闹了一通，我们就只能瞒着人坐驴车藏菜头，做贼似的进来。哎呀，熏死我了！把我给憋的。他没事吧？哎呀，可惜了这道菜。哎呀，当心点啊！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人生事项有惊喜，女婿，叫少主。哎呦，这都一家人了，哪有那么多规矩？他娶了我们家小薇，那还不是我女婿啊？对，女那婿，我是不是得叫姐夫呀？姐夫。你看，我们正给少主过生辰呢。女婿生辰？哎呦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，女婿？哎，我得好好的表示表示。快把我那个红枫拿出来。哪来的红枫啊？到哪儿找去？来，你拿着。不必了。哎呦，别客气，你就拿着吧。过生辰收红枫是我们那儿的习俗。对，必须拿着。那我就收下了。多谢二老。我们家小薇跟我说呀，说你对她特别的好。我跟老李呢也没有什么别的心愿，你们俩好，我们就高兴。哎，以后有机会啊，跟小薇一起到我们济川去玩一玩啊，是不是老李？别嫌我们那儿是乡下地方，回头你去的时候，我让老李给你做好吃的，保准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啊！你让他先吃2口东西。哦，对，哎，吃面啊！好。哎，你知道我们家小薇啊，为什么做面做得这么好吗？那都是老李教的，所以下次去的时候一定让老李给你做好吃的啊！看上去好好吃的样子啊！再来一块，谢谢你啊。不知道。少主不和侧夫人一家共进晚膳吗？我都想了好几个月了。你弟我是西北风吗？他们一家人难得团聚，自然有很多话要说，就让他们好好吃顿饭吧。最有营养了，谢谢傻丫头，娘直到今天还都觉得这就是一场梦，梦醒了，你根本就没去参加那场什么破选秀，每天还在家里那张小床上睡懒觉呢。
他能选上这事儿，也确实不可思议。你咋？薇薇，新川规矩这么多，难受吧？爹又不在你身边，就你一个人，要是有什么委屈，告诉爹爹啊。扣你50文月钱。李威禁足，不可出六少主宫院，再免了他的赏。那六少主欺负你了？告诉爹爹，爹平江一身剐，也敢把新川主拉下马。小点声儿，这咱们家小薇更难做嘛。姐夫要真对你不好，我就打他。行啊你。娘，爹，我过得挺好的。是真的吗？你可不能骗爹娘啊！真的，我在这里交了新朋友，还攻略了同僚，还有一个对我不错的东家，我真的过得挺好的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过得很好。行，你这么说呀，爹娘就放心了。哎，不过啊，娘这话可放在前头，如果有人欺负你了，或者是你受委屈了，必须告诉我们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爹刚才说的也没有错，娘跟爹没有别的本事，偏将这身剐，也要把那狗屁玩意儿拉下马。还说我呢，你这用词更恐怖。对，是你性格。哎，快吃饭嘛！哎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多吃点鱼，最有营养了，又不长胖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是，你父母在吗？这不是？我来吧。还是我来吧。还是我来吧。事情因我而起。我是男人，这种事情自然是我来。都是第一次，女孩子家也是一样的。还是我来吧。哎，我来吧。哎呀，我来，你别说，你是少主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一起睡吧。这样，我们就都不用打地铺。那睡吧。我吹灯。就让它亮着吧。好。你要是睡不着，我们可以聊聊天。吃点，知道吗？啊，长胖一点，少重点。岳父岳母，小婿的一点心意，请笑纳。太感谢你了，爹，这不是
你最喜欢用的银川液吗？哎，还有新川的扇子。娘，这烟川的胭脂是给你的吧？哇，姐夫，你对我姐可真舍得。干什么呢？这得出息啊！拿几件身外之物就是对人好了，还姐夫叫得顺嘴啊，都不能让你姐当正室，干脆喊他侧姐夫得了。行吧，这个咱们又没办法。新川的规矩严，你别老跟咱七郎一样，再说下去就不像话了。刘少主，你别介意啊，主要是在我们济川没有侧室这一说，他爹真是心疼姑娘了，话就多了些。小婿明白二位的顾虑，我会放在心上。说得好听，堂堂新川少主，还能把我们济川的丫头扶做夫人吗？新川人根本不懂得欣赏，我家小薇这么好，丫头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就让家里知道，爹拼将一身剐，也要把新川。你今天怎么话这么多呀？爹，娘，你们放心，六少主待我很好，我也会照顾好自己。李苍，你可是个大人了，在家好好照顾爹娘，知道吗？用你说。岳父岳母，小婿保证会尽我所能好好待李薇，请放心。我只见你行事，不听你信口开河，莫要做言语上的壮汉，行动上的矮子。谨遵岳父教诲。少主，时候不早了，宫门就要开了，这要是碰到上朝的人就麻烦了。要不，好，我们即刻就走。好，即刻就走。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！有什么事儿给娘捎信儿啊！不用惦记我们，我们会好好的啊！有事儿给娘捎信儿啊！拜托了，少主，照顾好自己啊！我一号筒。有事儿给娘捎话啊！好，走，跟姐道别。不用担心我们啊！我们走了。2号筒得盖上了。走。下一次一定风风火火见他们。你把丹川郡主给气走了，父亲息怒，孩儿知错了。你们才成亲多久啊，就把人给气回娘家了？你是怎么做到的啊？你知不知道上官家的姐姐是丹川川主？孩儿知道，孩儿不是故意的。哎，行了，别吞吞吐吐的了，快说呀！啊，其实那一天，我还有一个这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能不能答应。说，就是。是这样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能不能同意我这个拿钱？我就拿一个，我们两个单独过，然后你自己过，你想怎么高兴你怎么高兴，绝不动摇你的位置，行不行？行啊，真行！吓死我了！
你太痛快了，长官，太讲义气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不知道，当时啊，川夫人给我物色了2个烟川的女子，哇，那真的是，哎呀，怪不得都说呀，是女子最好嫁的地方，个个都跟好家一样，哇，那是温柔如水呀。还有一个银川的姑娘也不错，说话声音软绵绵的。哎，要不然要。你想纳妾是吧？你现在就给老子滚！给我滚去纳妾！那我24个老子打断你的腿！这就是那天发生的事。逆子！你现在就滚回丹川去，尽快把上姑娘给哄回来，哄不好不许回宫。是。若是惹怒了丹川主，引起2川征战，姑哪里是问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新川主敕令。念6少主承办中秋宫宴有功，德行昭昭，故着6少主尹真协同5少主前去丹川，息丹川郡主雷霆之怒，以免徒增2川争锋，不日启程。儿臣接旨。主上还有言。眼下丹川的水患治理已经完成，百姓的生活也已恢复日常。6少主正好可以过去看看情况。是，我还有一事强求，这券和理应有女眷相陪，望总管带我觐见，请主上解了姬川李氏的禁足，让他随同我去。主上英明，早已想到此节，言明6少主若有此意，那便这么办。谢主上。告退。没想到5少主刚成婚不久就闹出这么大事。收拾行囊，去丹川。是。哎呀，还得辛苦六弟妹陪我跑一趟。你这刚新婚不久就想着纳妾，这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你这可是一杆枪，你真了不起。你行啊，这是提了一嘴，没想到一句话把我自己送走。上官今儿被气着了，5少主去劝劝他就好，以后也别这样了。他一个人在新川很不好受的。是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妹，你把我行李放上去。哎呀，那就这样，这一趟我就当是去远游了。咱们一起去丹川，打马吊，吃辣菜，感受一下坠玉之乡的风情。出发！哎，这，哎，上午，哎，走。哎呀，哦，南川这个蛮荒之地，还以为一路上游山玩水，结果连个铺子都没有，总算有饭店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来，请坐。哎，小二，哎，快！哎，要点什么？给我来一个白玉无瑕。什么？这外面不叫白玉无瑕，馄饨啊。他要一个抄手。抄手嘛。内运书堂的时候，静静教过一些丹川话。哦，抄手啊，有是吧？有就行。再来一个内有乾坤，是吧？包子。小笼包。小笼包啊！最后再来一个这个玉叶琼浆，赶紧上，快饿死了。那不是你说什么？我怎么这姑娘她到底在说啥呀？你这哎呀，她应该是想喝酒。不是酒，哎，就那个白的，那个稠的豆腐脑儿。哎，豆腐花儿。哎呀，豆腐花就豆腐花嘛，还玉叶琼浆，我还以为是你的脑花嘞。他怎么这个态度啊？
在院子里的时候，从没听过这些乱七八糟的菜名。这名字太故弄玄虚，我叫抱歉改了。哎，来了，哎。哎，小二，不对，我们要的不是那个馄饨吗？这就是馄饨嘛。啊，他们这个馄饨就这样，这里叫红油抄手。请，你先来。反正是馄饨是吧？是。哇，哎呀，辣！哎，不行，哇！来，你尝尝这个，这应该够辣。哇！喂，红的，我以为这红糖的，这辣椒这是，你怎么豆腐花他们也做辣的呀？吃不来就不要吃，男人吃不来辣子，生不出女子啊。那这包子白的应该不辣。对，包子不辣。这人废了。这单川跟新川还真是不一样，女子们都自由自在的，上街也不用带木梨。辛苦你陪我跑这么远。我爹爹跟我说过，人应当行万里路，看看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过日子的，然后取长补短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小婷来啦！哎，妹妹小心一点。谢谢苏总管。哎，不客气。丹川宫建于水上，车是进不去了，只能坐船入，所以辛苦二位少主和侧夫人，咱们走两步啊。行，那快，赶紧进宫吃饭，我都快饿死了。走。哎，你好热闹呀！早在《九川异闻录》中看到，说风平浪静之时，单川的男女就会在水边嬉戏，果然是真的。看来水患已经解决了。那是自然，那少主亲自出谋划策，哪有不解决的道理啊？少主英明神武，药到病除，手到擒来，圆满成功。胡言乱语，语无伦次，真应该送你去上学。苏总管说的没错啊，少主是认真的思考了，在这里受灾的群众需要什么，所以才想出的解决办法。就是嘛，哇！哎呀，该说不说，这儿的姑娘是真水灵啊！哎，你看这边。今天一个都不许走，必须给老子血战到底！这是什么人？真是太吓人了！这，让你妈呀，太凶残，太残忍了！这人，啊，夫人，我们知道错了。你们几个也不回家做饭，让老娘喝西北风啊！老六啊，不知为何，我来到这儿感觉膝盖发软。早就听闻单川的男子都是怕老婆，以照顾老婆为荣，忤逆老婆为耻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是感觉这有一群上官英，你知道吧？这地狱，这就是我说这我不行，我得回家，我真的。哎，我二位少主，请留步。我给你哪儿？谁呀？不知道。在下丹川上宫司徒景，特奉主上之命前来相迎。哎，别，快！
主上，新川来的一行人已经进宫。进宫了又如何？姑的妹妹，不想回去就不回去。姐姐，但现在事态严重了，新川主派了2个儿子过来，我要是再不肯回去，那不是把你架在火上烤吗？什么九川和盟，就是牺牲女子来维持关系。姑已经决定了，3年后所有丹川女子都不参加选拔。姑护得住他们，还护不住你吗？姐姐，丹川屡遭水患，我就算再不懂事，我也知道，这个时候正是需要新川帮助的时候。3年啊，时间太长了，咱不能现在就跟新川对上啊。丹川再弱，也有九川最强的水师。无论如何，新川也要忌惮3分。你不用管这些，只问自己情愿不情愿。你若不愿意，就算那新川主亲自来了，姑也护得住。不是，我坐哪儿啊？你总不能让我坐那个位置吧？那应该是你们川主坐的吧？不是，我总不能站在这儿吧？我连个座都不配有吗？你们这太欺负人了吧？丹川主到。各位远道而来，不必拘泥，坐吧。给这位也找个座吧。今日诸位舟车劳顿，我们准备了丹川的火锅，请大家品尝，请慢用。不是，他们都是鸳鸯锅，为何我偏偏就是这个呀？五少主乃我丹川女婿，自然要入乡随俗了。姑特地命人准备了静儿最爱的牛油果，请少主品尝。这些菜只是看起来可怕，其实挺好吃的。可能丹川主就想考验一下五少主，你不要太担心啊。这第1道鱼目，最适合有眼无珠者食之。这不难吃。第2道黄喉，乃牛的心管，在我丹川，负心薄幸者有如此牛。嗯。姑看这些菜很合少主口味，给少主最后1道。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是猪脑花。若丹川女婿博待夫人，我们也不介意试试人的。既然丹川主让我们回来等消息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今晚还是我睡榻上吧，你是东家，
没有伙计让东家睡榻上的道理。好像也没有伙计跟东家睡一间房的吧？这不是武少主在吗？还是睡一间房比较周全，万一传出去，惹麻烦就不好。好了，还是我睡吧。还是我睡吧。明日还得进宫，看丹川主的态度不太好应付，有的周旋，你好好休息。丹川是九川之中唯一有夜市的，你要不要去逛逛？好啊。哦，好啊！哎呀，真假？哎呦我去，我也去，哎呀，哎，走吧。你要是不舒服就早点休息吧。老六，听我说，跟哥哥说一句是这样，我是这么分析的啊。你说咱们日子过得这么苦，咱们应该趁活着的时候好好玩一玩，明天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我都已经拉空了，再拉我怕我饿死在茅房，太丢人了。吃点东西，李卫走，对吧？要拉也得有东西啊，走。哎呦，好多人呢。你这也太多了。还行。对。哎呦。吃。大肉串啊！肉串，来个猪蹄子要不要？啊，老板多来份猪蹄。好嘞，来一个大猪蹄子。哎，您放好，哎，慢点啊，哎。吴少主，你要不要来一个？来了。我去到茅房了，你们转转等等我。哎呀，让一下。谢谢老板。吃好再来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水果冰粉味道好得很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水果冰粉味道好得很。哎，你们要点什么？老板，我要一份桂圆冰粉，然后几个橘子。哎，菊干随便找。你要吗？哎，这位兄台，你怎么能让夫人给你剥橘子呢？就是啊，这身为赘婿，让夫人给你剥橘子，简直是耻辱。你误会了，他不是。不是什么不是？好好看着，我给你露一手，怎么疼夫人呢？学着点儿，好看着。老板，给刀一用。哎，请便。果盘来喽！看着没？夫人，请来用。哎，这也太精致了吧！你喜欢？你夫人一看就很喜欢呀，还不赶快学上一学？对呀，这都是最基本的技能，这个都不会，怎么讨这老婆？我来丹川这么久，还从未见过你这么差劲的赘婿。真的是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做赘婿，还不给夫人削个苹果？这么点东西不懂吗？各位，多谢你们教导我家赘婿了。我们现在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哎，不是。少主，刚才是我僭越了，我不该说您是赘婿，您不要见怪啊。他们虽然说话难听，但却是真的疼爱夫人。要是相爱的话，
好像当赘婿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如果不相爱的话，就算是黄命，也是难将就的。我变脸哎！南风邂逅云露，月光轻唤红烛。目之所及，不过寻常一幕。为何心有恍惚？为何又踌躇？怕你从我眉目看穿幸福。语不尽，言不无，心生几分情愫。话不满，情不露，何处倾诉？眼眸中所述。此时已千言化为风，万年散为雾，往昔写为书。你我心若相知，又何须再多笔触？万千思绪不知归途，情深无觅处，心意无旁骛。唯愿二人一心散，残四季共度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哟，你的身子你还逞强？哎呀，这就上文你说的变脸吗？太热闹了。我去前面等你。啊？干嘛去？丹川主敕令：丹川女婿以其满腹污秽，口无遮拦，十恶不赦，须经夫宫考教，方能得见郡主。酌请即刻入宫。哎，敢问女官大人，什么叫夫宫考教？哎，对，那是啥玩意儿啊？啊？我们有夫容、夫言、夫德、夫宫4项来考评男子的德行。夫容顾名思义就是指容貌，吴少主明显不成，又在夫言、夫德上令人失望。如今唯有夫宫1项尚能挽回，这夫宫首项便是赢牌。丹川男子若不能在牌桌上赢钱，便算不得是有本事的男人。吴少主，请吧。子墨，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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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位，碰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打错了，打错了，打错了。毁牌，牌品不行。南边，高，呀，不会算牌，脑子不行。八兵，要不要啊？磨磨唧唧的。要这确定？我想想，我再看看。临场点炮，人品不行；牌桌犹豫，格局不行。你这牌凑不成了，该打7对的。他们这是在替他
1万。8万。4饼。9万。5万。5万。9万。3条。1饼。7饼。7饼。5饼。3条。4饼。7饼。7饼。8条。7条。3条。9万。1万。5条。4饼。6鸡。我知道。救命！哎，我糊了！我起脚肚啊，字模糊了，都得给啊！快给筹码，3家都给啊！哎呦，见到回头钱了。那是6少主尹征。是。如何伺候好夫人，也是我丹川赘婿的必备副功。才啊，则是伺候夫人的重要技能。坚持，老苏，坚持。苏珊。老苏。苏总管，少主喊你呢。啊！各位姑娘若是喜欢，日后常来我丹川享受便是。你说啥呢？哦，好。啊？月钱没了。啊，他手法不行，是吧？嗯。五少主可小心着点儿。从前有人采耳时弄疼了我，我可是打了他半年都没下得来床。这样的都。啊。五少主，你与他们几位一同制作辣椒油，让郡主盲选，若选中了你的，便可与他见一面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本身就有气管炎，我上次炒个辣子差点没把肺咳出来，你这分明就是为难我。你们新川假借合盟名义，取走我们郡主，又不好生待他，这才是在为难我。此事是我们的不是，我们接受，接受哈。行，只要你们川主能消气，我接受。到现在，你们想的还只是让川主消气，可真是活不明白。这什么意思呀？快点吧，他们都走了。快！我明白了，适才那位女官说我们活得不明白，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只想着完成任务，讨丹川主的欢心，但我们来到这里，是让静静回心转意的。吴少主，你将心比心想一下，虽然你不怎么喜欢丹川，但这里是静静的家，这里以女子为尊，她在丹川活得逍遥自在的，可是去了新川，就只有她一个人了，每日与她相处的也只有你。可是你待她好，却只是为了纳妾，她能不伤心吗？其实他们也并非是要折磨你，只是想告诉你丹川女子是如何生活的。你想啊，你在这里不自在，那上官静在新川不也是一样的？这5份辣椒油，还请郡主品鉴。辣子馅的。你既已知道哪一份是他做的，也同样意味着你可以不选那一份。
丹川主敕令，虽则严明，郡主点中新川五少主所知料品，责令夫妻2人相见。今郡主确已责定五少主，然贵川少主德行有亏，川主特收回成命。不是你们这就耍我呀！哼，五少主，姑就是耍你了。你本心有所属，自己不知争取，竟然在中秋之夜对姑的妹妹曲意逢迎，她如此高兴，你竟然是在耍她。就为了那个妾填补内心空虚，你就这么耍姑的妹妹，姑自然要让你尝尝同样的滋味。丹川主，这可是敕令要给我们新川主过目的，你如此儿戏，是要让我川难堪吗？六少主，你我都心知肚明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若上升到两川层面，你以为我丹川会怕吗？丹川主慎言，我川对贵川的重视，你也都看到了。但如此出尔反尔，这可不是一川之主所为。你们以为的一川之主是可以为他人牺牲自己人的利益，而我丹川绝不是如此。护不住自己人，便不配做这一川之主。那丹川主的意思是，想让我五哥和郡主和离？若五少主并非是能让舍妹开怀之人，和离或许对谁都好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祖宗，他连这还什么情况呀？您自己做事小人拦不住，您不能连累我们家少主完不成任务啊！你放心，我绝不连累六弟。你就跟他们说我离家出走了，你让主上通缉我去吧。怎么就通缉你？你别去，不是去躲开！哎呀！你五少主快到啊！不对，五少主，你也不能这么不管不顾的呀。你走了，别人怎么办啊？那我怎么办呀？我怎么办呀？你丹川主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我活不明白了，我呀！少主，你得这么想啊！你说你这一走，这两川肯定就闹不和了，那闹不和就很有可能就打起来。只要真打起来，那您就是千古流芳了呀！哎，行了，打不打仗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哥，我支持你吧。我刘王，你前脚跑，我后脚把你撞来过来，也算是给弟弟铺路，但有可能会被傅田打断双腿。但你走不了的路，弟弟帮你走，也不妨碍你纳妾。你现在就跑，这不是腿的。五少主，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不懂事呢？大家为什么来到这儿呢？你贵为少主，不是更应该为两川之间的和平着想吗？我知道你跟上官没感情，我也不喜欢六少主啊，还不是为了季川留在这儿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配不上您，您也看不上我，真是委屈您了。说哪儿去了？我的事儿怎么弄啊？我们有顾虑，他们有顾虑，说到底还是为了想出口气。我们列一个字据，直接找丹川主谈一谈，字据写的诚恳一点，要打要罚都认了吧，这样或许还有救。能行吗？这样？主上，新川六少主求见。丹川主，六少主有话，不妨直说。这门婚事是两川合盟的凭据，您为郡主撑腰，无非是想让他回到新川以后好过一些。但在下斗胆揣测，
丹川主不满百年合盟久矣，也想借此机会向新川示威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每3年九川大选，丹川多找借口推诿，唯有遭遇洪涝天灾，需新川施以援手之时，才会忍痛将适龄女子下来。丹川对女子一视同仁，不忍让平民百姓受苦，而这份责任往往就落在了丹川主您家人的身上。没错，轻视女子之地，视女子为物，用以交换、牺牲、抵押。我丹川绝不是如此。何况此次是武少主的行为折辱了我丹川的颜面。就算姑答应让静儿回去，恐怕姑的水师也不会答应。丹川遭遇洪涝，幸得新川施以援手，而其余7川亦仰赖新川。这一旦引战，丹川恐孤立无援呀。你威胁姑？在下不敢。那你我都清楚，和平对所有人都有好处。这百年合盟，不可撼动。我只是想和丹川主做个交易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以婚约立定合盟的规矩不是不可更改，现在不是时机，以后却未必。我愿给丹川主一个承诺：若有在下说话的一日，必定会革新这不合理的和亲旧制。六少主很善纵横之道啊。不过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始终是新川的少主，难道还会为我丹川考虑不成？不单是为了丹川，而是为了九川。和亲往往强人所难，与其成为怨侣，倒不如以利为凭。如今外川重伤，以生意为纽，难道不比婚姻更加可靠？时移时易，新川若一味守旧，就枉称新川。六少主，姑没想到，你竟敢在丹川如此直言不讳。我与丹川主本就不谋而合，直言又何妨？此外，若郡主肯回新川的话，我们一定会约束五哥，不会让他再受薄待。在下言尽于此，还请丹川主思量。午后，姑会与舍妹在教场演习射艺，教导兵丁。多谢丹川主。没想到他这么厉害。林燕吧，是不是很后悔以前没好好对他？我就感叹，以前他打我大概只用了30%功力，不然我现在估计坟头都长草了。射得真不错，上官，不是上官，上官，跟我说呀，上官，我好不容易来的，上官，哎，上官，哎呀，上官呐，你这听我说一句嘛，你说我过来好不容易才见到你，我都已经立字据保证我永不纳妾了，你就原谅我这回行不行？不知道我为了见你，我过不关斩四将，那些东西我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我全都去弄了，我怎么城主，我都没有。
包一下。哎呀，该这么结实什么呀？哎呀，哎呀，姐姐，你别这么吓他，他不惊吓的。静静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放心吧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过不过分啊？我就是来见见他，怎么？你还想要我性命不成吗？我丹川的郡主，岂是你想见就见的？除非你经过我们的考验，来呀，比射艺。啊？若你赢了他，就让舍妹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怎么，不敢吗？他敢。我敢什么？我不会呀。不会学啊？学什么？我现在来得及吗？不如由我带兄长，比试如何？此事与你何干呢？怎么没有关系？我俩一奶同胞，血浓于水。我五哥确实不善射艺，即便您的女官赢了，这也胜之不武。好，既然六少主下场，就让姑亲自与你比试一番。请指教。但要射船吧。哎，这就是船靶呀！那这么近射，我觉得我也行，我来。谁说要睁着眼睛射箭了？啊？玉佩下面系有铃铛，听音辨位。我。还是你来吧。你行，你来吧。这时候分什么你我呀？都什么时候了？我相信你啊，加油！六少主，承让。哎呀，六少主，请吧。别紧张，输了就是输了。六少主可要愿赌服输啊！等一等，怎么会？六少主的箭射中玉心。六少主，是姑输了。丹川主承让，那可否给我五哥一个机会？
姑自有安排。长官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呀你啊？你这肯定是背着我偷偷练的，我没上的骑射课全让你上了，是不是？你自己不努力还怪我？恭喜少主！还有一套了啊！走。来，多吃一点儿。哎呦，这个豆腐好好吃啊！还吃得惯吗？辣吗？觉得？有一点点，但是能接受。你这个手真的没事了吗？没事。其实我现在有点矛盾，我这次来本来是想劝你回去的，但作为朋友，我还是希望你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。虽然你姐姐说六少主赢了的话，就让你给五少主一个机会，但他又不是第一次出尔反尔了。如果你实在是很勉强，仿佛听见有人在议论姑。丹川主，不必拘礼了，坐吧。姑听静儿说，你是她在新川的第一位朋友，姑要多谢你。吃吧。这个牛肉特别好吃。其实我这次来丹川感觉特别好，特别亲切，像回到我家季川一样。在我们季川是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伴侣，只不过我爹爹官太小了，我只能被迫嫁到新川。被迫？你的意思是，你本不愿嫁给六少主？当然，谁愿意嫁给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人呢？哎，那所以我们是……是，咱俩都一样，婚姻不过是一场营生。那姑可以下旨，让你留在我们丹川招赘。这个主意好哎，我们2个人至少有一个可以脱离苦海啊，是不是？不，六少主这个人还是蛮好的，我俩相处的像朋友一样，而且他从来不勉强我们俩做夫妻，所以我过得挺好的，多谢丹川主的好意。快吃吧。哎，上官英怎么说呀？他还是没说愿意。不是咱们不都过关了吗？老六射箭不都赢了吗？怎么还不行啊？怎么这样呢？这帮人呢？吴少主，如果你只是因为新川主的命令，才想带他回去的话，对他也很不公平。你应该问问自己的意愿，愿不愿意和他继续过日子。我，在我们丹川啊，我们会一起吃火锅、打马吊，可开心了。虽然我们丹川是女子主家，但是我们生活过得非常安逸，根本就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。我也没不愿意啊。哎呀，有点热，这个房间。我出去透透气儿啊！你们聊着，太热了，燥热。其实五少主和上官还是很有可能的嘛。哼。我们六少主射艺这么厉害呢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书拿反了，根本就没有在看书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，让你生气了？如果不相爱的话，就算是皇命也是难将就的。我也不喜欢六少主，还不是为了季川留在这儿了。六啊，六！哎，丹川工人又来了，赶紧看看去吧。来了啊！丹川主敕令：若两川合盟，并以婚约为凭，则呈请新川六少主入赘丹川，嫁与丹川主，成两川100年之好。什么玩意儿啊？
我跟你说，5、6我还是认识的啊。不是，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